你在酒店遇到女友和其他男人开房，可你非但不生气，还送上保护措施，并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，但男人却不领情，还邀请你进房间观战。于是你愤怒地走进房间，竟发现房间里还有2个男人。王强、李刚，你们居然也在这里！凡哥，我们也没想到嫂子是这样的人，要不你也一起来啊？闻言你却不怒反喜，不用了，各位，我没有这种癖好，甚至还恨不得路遥赶紧和他们锁死。而你之所以有这种心理，是因为在进酒店的那一刻，你觉醒了一个能看到别人身上疾病怪的金手指，而王强身上正骑着一只硕大的梅毒怪，等级高达20级。这时路遥也不再伪装，张口对你恶语相加：羽凡，你每月送外卖赚的那5、6千块都不够我买化妆品的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娘光这个房间就来过10次。路遥说完，以为你会现场发怒，但没想到你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在心里冷笑：他喵的臭标志，接下来有的你受的。路遥，祝你玩得愉快。你离开云顶大酒店后，路边看到个不停咳嗽的路人，脑袋上顶着个1级感冒怪。这时系统页面弹出，询问你是否要战斗。你出于好奇就选择了是。瞬间你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对面站着一只白色北极熊，头顶上亮着血条。然后你发现自己头顶也有个血条。这时对面的熊向你冲来，你本能的躲闪，却发现自己无法移动。被打后，一个10的红色数字在你头顶跳了出来，紧接着对面的感冒怪不动了。这时你发现自己能动，于是本能的一拳砸在对方头上，对方血条减少12。这就是典型的回合制战斗。你们就这样反复攻击对方，直到你血条剩下10点时，感冒怪血条清空，轰然倒地。战斗结束，获得10点经验值，等级提升至2级。恭喜宿主解锁物品库，解锁装备库。恭喜宿主战胜1级病毒感冒怪，获得技能强壮。随后场景转换，你回到了原来的马路牙子上，原本咳得像那啥一样的路人，突然一下子就好了。看来只要战胜病毒怪就能治愈该疾病，同时自己还能获得奖励。如果自己开家诊所给人看病，那还不得发财了。于是你将目光放到其他路人身上，可令你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身上的疾病等级全都是50级往上，冠心病怪、心脏病怪、尿毒症、麾下左将军，这些全都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看来这些现代医学都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，以目前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战胜。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得抓紧升级才行。接着你想到个刷怪升级的好地方——仁爱医院，于是你决定先回锦绣公馆稍作休整。结果在楼道遇到了美女房东，但你没想到对方竟患有乳腺癌，年纪轻轻就得这种病，真是可惜了。不过这个乳腺癌大军马前卒代表什么？算了，先不管了。10级病毒怪也不是现在的我能打败的。有空去医院做个检查吧。话音刚落，你就急忙走进了房间。柳如烟听后一愣，她确实查出了乳腺癌晚期，可羽凡这家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刚进房间，你就看到了好基友陈浩，他身上有好几种疾病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软软怪。这家伙整天跟我吹嘘，没想到啥也不是。于是为了兄弟的幸福，你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与软软怪的战斗。对面是一条软趴趴的蚯蚓，战斗方式和之前一样，都是回合制，毫无悬念。你赢下了比赛。这次对方身上爆出了一把弯刀。恭喜宿主获得装备弯刀，装备后可增加15点攻击力。战斗结束，你回到了现实世界。不知情的陈浩忽然感觉下半身轻了几分，像是充满了力量。凡哥，一会儿去梦巴黎洗浴吗？我请你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可不去。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第二天，你按照规划来到仁爱医院，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你身后响起。都分手了，你他妈的还跟踪我！来人正是路遥。原来他今天醒来就发现下面长了很多小疙瘩，又痛又痒，于是来医院检查。哈哈哈，果然是梅毒怪发作了，就是不知道其他3人有没有中招。下一步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怒吼：他喵的李刚肯定是你！谁不知道你整天出去跟人乱搞？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，肯定是路遥啊！他可是出了名的公交车。你望着这一切，却是笑而不语。只有你知道，源头其实是在王强身上，因为他的梅毒怪等级足足有20级。于是你来到几人身边，准备安慰一下他们。其实这病根本没有那么可怕，你们只要每天按时吃药，坚持锻炼，平时牢记和合，加强营养，久而久之就死了。说完之后，你转身潇洒离开，只留下他们3人在原地瑟瑟发抖。之后你来到儿科门口，开始了你的升级之旅。到1级贪吃怪，宿主是否战斗？战斗。就这样，你在医院刷了一整天的怪，等级来到了7级，装备栏也多出了很多装备，背包里摆满了各种打怪掉落的肉类。物品栏有个好处，那就是里面的时间绝对静止，根本不存在过期这种说法。但有个缺点，就是不允许存放活物。此外，你还获得了一本金色技能书《金针刺血》，具有止疼扶正气的效果。学会后，你准备回到公寓休息。在楼道又遇到了柳如烟，对方张口就是要请你吃饭，于是你带着陈浩跟着柳如烟来到了一家胡同口烧烤。可刚到地方，柳如烟就开始发病，痛苦不已地瘫倒在地。好痛啊！看来自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见此一幕，你立即想到了白天学习的金针刺血，立刻用银针插入对方的3个穴位。柳如烟脸色瞬间就好了许多。我只是暂时缓解了你的疼痛，有时间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饭后，柳如烟把你叫到了她的顶层豪宅，陪我度过这最后的几个月，可以把这栋公寓送给你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自己的情况了。是的，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
所以想在生命结束前谈一场平淡又真实的恋爱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你人踏实，长得还很帅，还有你的针灸能缓解我的疼痛，这样我就能多一些时间陪在你身边。我操啊！白拿一套房还送个女朋友，这还有什么要考虑的？于是你连忙答应了下来，同时你也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他的病给治好。第二天，你早早的就来到仁爱医院升级，就这样又刷了一整天，等级来到了10级，同时也获得了一个隐藏级天赋金刚不坏，永久降低受到武士的所有伤害，并增加武士的攻击和防御，同时免疫所有异常状态，且每秒回复生命最大值21000的血。我操啊！这天赋也太强了吧！有了这天赋，就相当于有了可以越级挑战的资本。于是你迫不及待地向公寓冲去，你要去挑战柳如烟身上的病毒怪。柳如烟见你到来也很高兴。宝宝，你昨天给我扎的2针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好舒服。别急，等会儿还有更舒服的。话音刚落，你直接拉入战斗乳腺癌大军。马前族是一只斑斓猛虎，血量有2000，你手持利刃砍向老虎，血量减少250，这天赋果然厉害。随后老虎对你发起进攻，在天赋的加持下，你只掉了20血量。就这样，你们来回战斗了数千回合，你成功击杀了马前族，同时获得了装备白虎装。白虎装被动技能每升1级，永久增加10点全属性，当前等级1级。紧接着柳如烟身旁又出现了一个20级的疾病怪。20级乳腺癌大军百夫长，宿主斩杀后可延长柳如烟2年寿命。果然癌症没那么容易治愈，估计后面还会有一长串怪在等着自己。不过这也让我看到希望了。此时的柳如烟不知为何，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。什么情况？难道这就是爱情带来的力量吗？然后柳如烟牵起你的手，朝着卧室走去。一番激战过后，你望向柳如烟，不禁呆愣在原地。我操，竟然又多了个100级的不孕不育怪！这柳如烟上辈子到底做什么了？这辈子要让她受那么多苦呢？次日凌晨，你再次来到仁爱医院准备打怪升级，但你却发现这里多出了很多保安，医院收入突然下降1/5，很多病人刚挂完号病就好了。院长怀疑有人在这里非法行医，今天你们一定要给我好好盯着。与此同时，一辆医疗推车急匆匆来到你面前，出血点太多，再不止血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，赶快通知李医生过来手术。见此一幕，你果断出手。你先是用金针刺血给对方止血，出血怪等级由原来的20级降到15级，之后果断开启战斗。在天赋金刚不坏的加持下，毫无意外，你战胜了对方。恭喜宿主，战斗胜利，奖励技能100年级推拿。这时赶来的医生发现血居然完全止住了。手术时不要拔下这根针，它具有止血止疼的效果。你嘱咐道。医生听后很是疑惑，可手术要紧，他也没再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病人家属过来表示感谢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，是你一针扎下去之后，病人的血才止住的。定睛一看，发现来人正是你的高中同学周正，受伤的是他当警察局长的父亲，在抓捕罪犯的过程中被捅了好几刀，幸亏你及时出手。周正和你约定手术后好好聚聚，你答应了下来。之后又开始继续刷怪升级。等到傍晚要回去的时候，你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是周正打来的。原来他的父亲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，医生说要进行2次手术，但存活率不足时，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，他马上就想到了你。闻言，你立即赶到了病房，定睛一看，20级精英怪气血亏损怪，你瞬间明白昏迷不醒的原因是气血不足。本来你对战胜20级的精英怪还没多大把握，但是有了早上的经验，你知道可以先用金针刺血降低病怪等级，于是你表示可以一试，可医生却打断了。真是可笑，你们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们正规医院。这时周正反问道：如果医院能保证有50%的成功率，我就把人交给你们处理。医生闻言脸色一黑，没有说话，他们都不说话。周正看向你说道：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凡哥。你点点头，开始操作，朝着病人使用金针刺血后，稳妥起见，你又使用了100年级推拿。只见原先的疾病怪由原来的20级降到了15级，随后你连忙开始战斗，在装备和天赋的加持下，气血高达2500的大猩猩被你9刀毙命。这次战斗还掉落了5个20年份的何首乌，以及一张气血汤古方。战斗结束后，病人醒了过来，只是目前还很虚弱。你立即把那张古方拿出来，让人按照这张方子去给病人抓药。在喝下气血汤后，病人瞬间面色红润了起来。周正连忙上前对你表示感谢。与此同时，主治医生偷偷将你的方子给记了下来，他已经发现了这其中巨大的经济价值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即使拿到方子，他也复制不出来气血汤，因为这其中的一味药只能通过打怪掉落才能获得。解决问题后，你紧忙又开始了升级之路，因为柳如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随着等级的逐渐提高，你发现每升1级需要的经验是成倍数增长的，所以升级速度越来越慢。在医院刷了好几天也才来到15级。你也从这些天的战斗中了解到，精英怪的数值是同等级普通怪的2倍，可 BOSS 怪的数值对你来说还是个未知数。这天，你和往常一样来到仁爱医院刷怪，突然一个特殊的疾病怪吸引到了你，偏头疼怪 BOSS 级疾病怪可战斗。我操啊！终于可以和 BOSS 怪战斗了！于是你连忙开启战斗。也在此时，眼前突然弹出一个提示：与 BOSS 级疾病怪战斗，需要先使用金针刺血。啥情况？怎么还有前置条件？无奈你只能假装向对方表明自己是中医世家，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帮对方减轻头痛。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后，你将银针扎进了男子的3处穴道，之后成功进入了战斗。偏头疼怪等级10级 ，BOSS 级气血5000。不愧是 BOSS 级。要知道同等级的普通怪气血撑死1000，BOSS 怪直接是他的5倍。对面率先向你发起攻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个50的数字出现在你头顶。
果然厉害，哪怕自己有金刚不坏的天赋，竟然还扣除了50点血量。如果是普通怪，最多也就能对自己造成个位数的伤害。接下来轮到你攻击了，又是砰的一声，200伤害还行。主要这怪是法术系而不是肉盾类型的，所以在防御力这方面偏弱。20几个回合下来，你获得了战斗胜利，还掉落了一枚白泽戒指。白泽戒指装备后，技能附加疗伤效果，每秒恢复血气10点。此外，这次金针刺穴的技能也升级了，获得了新效果，吊命1天，可保留患者最后一口气，强行续命1天，对同一人仅可使用1次。接下来几天，你仍然一刻不停的刷怪，但是你感觉自己的升级速度还是太慢了，连轴转了半个月也才升到了18级。要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可是20级的 BOSS 怪，至少要升到25级才有把握去挑战，这得等到猴年马月。也在此时，一个特殊怪物进入了你的视野，幸运怪50级特殊怪，进入战斗可以获得奖励。下一秒你毫不犹豫进入了战斗，对面是一只骚了吧唧的粉色臭猪，旁边还有一个金灿灿的宝箱。回合开始，你率先出手，一刀下去竟直接将对方斩成碎片。恭喜宿主获得黄金品质装备黄金盘龙甲，恭喜宿主获得5万经验，等级提升至20级。我操啊！这幸运怪可真不是盖的。最后你连忙查看起黄金盘龙甲，黄金盘龙甲装备后防御1000，气血2000，格挡200，附带技能金刚，增加自身50%的防御效果。看着面前的黄金盘龙甲，你顿时感觉可以和乳腺癌大军百夫长一战，于是紧忙回到锦绣公馆。到家后，你先是给柳如烟针灸，降低了怪物的战斗力，之后进入战斗，对面是一只更凶猛的白虎，乳腺癌大军百夫长20级 BOSS 怪，气血2万，对面率先发起攻击，巨大的爪子落在你身上，造成了110点伤害，但因为你有着高额回复效果和新装备，实际只掉了45点血量。接下来轮到你攻击，砰的一声，对方扣了2000滴血。2小时后，你靠着黄金盘龙甲的高额格挡和恢复，艰难的拿下了胜利。紧接着，柳如烟身旁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疾病怪，乳腺癌大军千夫长30级 BOSS 怪，战斗胜利后可延长3年寿命。就知道没那么简单，不过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之后的大部分时间，你都和他待在一起，只是偶尔外出打怪升级。这天，你和往常一样来到医院，一眼你就发现了人群中的一个特殊怪符怪，特殊疾病怪。可战斗，你毫不犹豫地开始战斗。眼前的符怪是一条金色神龙，和先前遇到的幸运怪一样，一击就打碎了对方。恭喜宿主获得宝物龙珠，龙珠效果永久加强当前1倍全属性。附加技能驯兽，驯服目标忠诚度100%，并增加宠物全属性3倍。在先前打怪升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有些家养的宠物旁边出现过一些可驯服的面板，不过当时你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现在看来自己有望驯服宠物和自己并肩战斗，而且有了驯兽这个技能，我驯服的宠物忠诚度都是100%，这可真是走狗屎。完成了今日的升级任务后，你打算开车回家，可行驶到一半，周小小就给你打来了电话。周小小是周正的妹妹，同时也是你们高中时期的校花，之前你救了她的父亲，直到今天她还对你记忆犹深呢。喂，是凡哥吗？是，有啥事啊，小小？是这样的，我在当地开了个美容会所，有一个10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在我们这美容后就长了满脸痘痘，于是他向我索要天价赔偿，不然就全网曝光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我产品根本不可能有问题。听我哥说你医术高明，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来帮帮我？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来到现场后，你一眼就从那个女网红身上看到了一个显眼的疾病怪，整容怪，特殊疾病怪，等级5级，不可战斗。显然他没少在自己身体上花钱，可他在全网里的人设却是纯天然，无科技妈生脸。随后你把周小小店里的美容产品涂在自己皮肤上，如果产品对皮肤有害，系统就会跳出伤害提示，可过了好一会也没出现提示，说明产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问题肯定就出在女网红 Coco 身上。再仔细一看，她身上果然还有好几种疾病怪，便秘怪10级 BOSS 可战斗，痔疮怪10级 BOSS 可战斗。你瞬间明白了，她脸上长痘痘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这2个 BOSS 级别的疾病怪导致体内毒素堆积。此时的 Coco 仍在以全网曝光为威胁，索要天价赔偿。特么的还要不要脸啊！下一秒，你直接指出他的胸是充绒的，鼻子是垫的。Coco 闻言瞬间呆愣在原地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前不久才去棒子国整的，这件事连他的经纪人都不知道。见你有点真本事，他也只好服软。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我脸上的痘痘，你们必须给我治好。你朝着 Coco 解释道：“导致你脸上长痘痘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你长期便秘。但不管什么原因，我都可以帮你治好。”闻言 ，Coco 更加震惊了。我操啊！这些隐蔽连我的生活助理都不知道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可以帮我根治这些病，我不仅不追究此事，还可以帮美容店免费代言。于是为了帮周小小解决麻烦，你答应了下来。随后你拿出银针扎在她的脸上，并趁机开启了战斗。紧接着意识空间里，那只长得像狮子的便秘怪朝你冲来，只听啪的一声铃，没办法，在宝物龙珠的加持下，你的防御值已经达到了7000。眼前这些低等级 BOSS 怪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对手，结果毫无悬念，一个回合你就取得了胜利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中的 Coco 只感觉一股滔天的便意涌来，立即捂住屁股狂奔向洗手间。10分钟后 ，Coco 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。没想到你小子年纪轻轻，竟然那么厉害。随后他看向周小小，开口道：“放心吧，
我答应你们的事一定会做到的。完美解决这件事后，你回到了家中。可让你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周小小已然对你生出了别样的情愫。回到家后，你便开始打算像陈浩那样开一家火锅店。原因很简单，自己打怪掉落的大量肉类需要一个消耗途径。之后，你和陈浩合伙开了个火锅店川味轩，他负责运营，你负责提供食材，其他时间没事就到医院刷怪升级。直到这天，周正邀请你去参加同学会，一到地方，众人都开始攀附起周正，因为他的局长父亲刚成了政法委书记的热门候选人。现场只有一个人主动和你打招呼，此人正是你们班的班花安然，他也是你在上学时为数不多的真心朋友。可下一秒你愣住了，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疾病怪渐冻症。大军马前卒10级 BOSS 怪可战斗，渐冻症这3个字什么含义？你可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得这个病就相当于提前拿到了死亡通知书，你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开启战斗。10级的 BOSS 怪对现在的你来说根本不够看。恭喜宿主战斗胜利，获得技能肾虚拳。技能类型：主动战斗时可降低目标20%的攻击力和放力，持续10回合。当你再次看向安然时，果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疾病怪渐冻症。大军百夫长20级 BOSS 怪，针灸后可战斗。你本来打算偷偷刷一波经验，但现在战斗有了前置条件，无奈你只能先住手。随后你看向安然，委婉提醒道：“有空记得去医院检查下身体。”可下一秒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淡定了。只见包厢里突然冲进来3个持刀蒙面的歹徒，都特么的不许动！谁动砍谁，知道没？女同学闻言纷纷发出一阵尖叫。可你的死对头孙伟竟想在此时来个英雄救美，结果直接被蒙面男一刀解决，躺在地上，鲜血止不住的往外流。也在此时，你发现这3个歹徒身上都有一个红色小人，杀人怪2级，特殊怪不可战斗；杀人怪1级，特殊怪不可战斗。没想到这也能看到。之后3人紧忙拿出周正的照片，在人群中找了起来。原来他们就是418连环杀人案的在逃通缉犯。当时身为局长的周长山击毙了其中1人，他们现在就是来报仇的。其中一个歹徒见安然风韵犹存，实在没忍住，邪笑着向他走去。老大见状没有阻止，反正前后就1分钟的事，没什么影响。可下一秒，那人竟直接软绵绵的倒了下去。其他2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同样双腿一软倒了下去。没错，正是你隔空对着歹徒使用了肾虚拳，使他们瞬间肾虚脱力，瘫倒在地。同学们都没想到你有如此厉害的身手，纷纷对你刮目相看，只留下孙伟同学独自在地上流血哀嚎。接下来只要报警等警察来就好了。这时候人群中有人提出，让周正先打电话给他的局长父亲，让他带人来擒住这3个通缉犯，这样他爸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基本上就稳了。那他们这些现场的同学也都会跟着沾光。于是大家迅速统一了口径。等你回到川味轩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这段时间你家店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因为你家的食材有别家绝对尝不到的味道。此时一个陌生人突然走到你身边，他自我介绍是周小小的小叔子赵凯。可你仔细一看，就发现了对方身上有早泄怪、阳痿怪、肾虚怪等好几个怪，一看就是平时被酒色掏空了身体。而男人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让你离他嫂子远一点。自从他哥哥去世之后，赵凯一直就想得到他的嫂子周小小，他甚至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。可是最近嫂子和你走得太近，导致他一直没有下手机会。小子，识相的就离他远点。嫂子果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。闻言，你直接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。特么的，你在教我做事！被抽倒在地的赵凯直接被打懵了。他堂堂首富家的人，竟然被一个火锅店老板打了。他刚想起身反抗，但身体早已被酒色给掏空了，于是只能放狠话离去。你等着，我有100种方法玩死你！次日凌晨刚起床，你就接到陈浩打来的紧急电话。凡哥，不好了！有人吃了我们店的食物，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。接到电话的你立即跑回店里，发现店里几个人正在那里呕吐不止，腹泻怪8级，呕吐怪5级。好家伙，竟然真不是装的！要不是对自己的肉有绝对信，还真就信了。此时店里已经围满了人，甚至还有记者。你也意识到展现自己、处理公关危机能力的时候到了。你当即向所有人表示，你们可以现在去库房拿任何一块肉，去机构检验，检查出任何问题，就奖励那人1万元。这几个上吐下泻的人立即陪同去医院检查，如果查出来是食物中毒，本店赔偿10倍医药费，并立即关门。躲在人群中的赵凯闻言，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他知道这几个人100%是食物中毒，因为这是他在家里事先给他们吃过发霉的东西导致，所以对做检查很配合。可是到了医院，几人不知为何突然感觉肚子不是那么疼了，反而2个肾疼的厉害。等到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赵凯惊呆了。医生表示，几人的肠胃查出来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反倒是发现这几人纵欲过度，有严重的肾虚，虚不受补，是严重肾虚导致的上吐下泻。跟我斗？没错，是你出手了。你刚才利用系统秒杀了几人的腹泻怪和呕吐怪，然后顺手对着几人打了全套的肾虚拳。随后你淡淡的开口道：“肾虚跟我店里的火锅总没有关系了吧？”赵凯闻言，脸黑得像锅底，也只能作罢。就这样，对方精心布局的阳谋不攻自破。可下一秒，你就遇到了一个不想见的人。苏瑶，他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他知道你现在开了一家火锅店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于是找你破镜重圆，并且表示他和你分手那天就已经洗心革面了。凡哥，你以前不是想碰我身子吗？今晚我就可以给你。闻言，你也是被恶心的不行。定睛一看，梅毒怪还在，并且还同时伴有尖锐尸疣怪等等，竟然还有一个绿色的特殊怪杀人怪，3级特殊怪，不可战斗。不过这次不是红色的，是绿色的。你根本不信苏瑶会杀人，那这绿色的杀人怪是什么？你一猜就明白了。堕胎，而且还是多次，不愧是苏瑶大帝，
当真恐怖如斯。你也懒得和他废话，当即在大街上喊道：“大家小心点儿，这个人有金蚊之瘤和梅毒。”众人闻言纷纷避而远之。苏瑶见状，也只好骂骂咧咧的悻悻离去。此时的江城第一医院，很多专家医生包括院长都愁眉苦脸。嗜血细胞综合症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，神仙也难以回天。关键是躺在病床上的那人身份还不简单，是上市公司沈氏集团的掌舵人沈天放。此时他已经陷入昏迷，并且高烧不退。沈小姐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此人是沈天放的亲妹妹，也是柳如烟的闺蜜沈雨薇。当柳如烟听到闺蜜哥哥的病情后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的针灸术，想让你去帮忙看一看。到了医院之后，你看到了沈天放身上的疾病，怪嗜血细胞综合症怪，40级精英怪，可战斗战胜后可延长3年寿命。见状，你不禁感慨道：还好不是 BOSS 怪，不然恐怕自己也难以回天。以你现在25级的等级对战40级的精英怪，你依然没有多大把握。可是现在病人随时都会一命呜呼。随即你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于是将银针刺向了沈天放。3级的金针刺穴具有吊命的效果，可以保住人的性命，1天内不死。紧接着，原本还陷入昏迷的沈天放渐渐醒来。随后你写下气血汤的方子，让人去药房取药，服下后病人状态稍微好转。虽然这种状态只能维持5天，但5天的时间也足够自己升几级了。于是你连忙向沈雨薇表示，这病自己能治，但需要回去准备一下。要是之前你说这话，他肯定以为你是骗子。可在亲眼看到哥哥在你的一番操作下，竟奇迹般的醒了过来，他彻底相信了你的医术。回去的路上，你在车上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外界已经知道沈天放患了绝症，即将撒手人寰的消息。沈氏集团的股票也因此大跌。如果5天后突然传出沈天放彻底康复的消息，那么沈氏的股票势必就会迎来一波飙升。于是你立马打电话给陈浩，让他调动店里所有的流动资金，准备买入沈氏的股票。陈浩查账后发现只有20万的现金，有点少啊。下一秒你手机就收到了100万的转账，是柳如烟转来的。他也猜到了沈氏的股票会迎来一波大涨，但是现在的他对赚钱已经不感兴趣，索性给你100万让你自己玩。接下来的4天，你疯狂的在医院刷怪升级，等级终于来到了28级。此外，还意外捡到了一把白银品质的武器暗影战斧。暗影战斧装备后，可额外增加50点的物理穿透。次日凌晨，医院那边打来紧急电话，沈天放再次陷入昏迷，各项指标急速下降。你立即赶到医院开启战斗，对面率先向你发起进攻。只听砰的一声，150不愧是高等级精英怪，在黄金盘龙甲和金刚不坏天赋的双重叠加下，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多伤害。轮到自己攻击了，又是砰的一声，200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。你凭借肾虚拳的削弱叠 buff， 艰难的取得了胜利。这次怪物掉落了一枚血红色的蛋，上面显示7天后孵化成功。你把它放进了空间背包。与此同时，病床上的沈天放已经醒了过来，看到哥哥醒来，沈雨薇激动地拉住了你的手。下一秒，你就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疾病怪。特殊疾病怪是女怪100级 BOSS 怪可战斗。这种病指的是因生理构造上的异常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夫妻生活。在古代，这种人被认为是不祥之女。现代医学则认为这是一种生理上极难治愈的疾病。但是这病在你眼中是可以治愈的，就是自己目前根本打不过100级的王级怪。不过紧接着你就发现了，在疾病怪下方还有一行绿色的小字，使女怪身上有一把曾经刺伤她的匕首，对其有专门克制效果，应该是专门针对这个 BOSS 的特殊道具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不开启战斗怎么获得这个道具？开启战斗我又打不过对方，就算打赢了，那得到这个道具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算了，日后再说。此时，沈天放脱离生命危险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沈氏的股票开始走高。又过了几天，沈氏股票彻底涨停，而你买入的120万也变成了240万。有消息灵通的人士得知，沈天放此次能够起死回生的原因是结识了一个神医。这个消息在商界顶层圈子中迅速传开。人有钱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健康。因此，很多商业大佬通过多种途径打听神医的消息，但是最终都了无音讯。这是你和沈天放商量好的，沈家要替你封锁所有关于你的消息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现阶段你还是想苟起来发育，不过沈天放为了向你表示感谢，还是给了你一张100万的支票，并且表示想和你深度合作。沈氏集团一直想进军大健康领域，打算成立一个中药产业园。于是沈天放便开口问你有没有什么想法。你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气血汤，方子简单改良后，仍然具有不错的补肾强身的功效，绝对是肾虚男人的福音。关键是还可以进行大规模量产。沈天放当场拍板，沈氏集团出资战鼓49，你出配方战鼓51，在你家当地成立中药产业园，园区由你全权运营，同时由沈雨薇来和你对接。至此你也算是正式上了资本的餐桌。送了那么多年快递，你知道只有上了资本，这张桌子才能摇身一变成为棋手，彻底改变命运。7天过去了，此时的你手中拿着那枚红色的宠物蛋，它的孵化周期已经结束。随着金光闪过，一只熊猫模样的小动物出现在你面前。黄金级宠物大熊猫，等级1级，气血1000，攻击100，防御500。第一技能冰冻攻击时，有10概率冰冻住目标，被动技能受到的伤害减少30%。宠物气血与主人气血共享，当气血全部耗尽才会结束战斗。见状你直接呆愣在原地，这是直接增加了一个作战单位啊！对面在他的进攻回合时，只能随机挑选你和宠物之一进行攻击，相当于有人分担了你的伤害。但是在他的防守回合，他需要同时承受你和宠物的攻击。卧槽，简直爽歪歪！以前你一直觉得打高等级的怪遥遥无期，因为后期提升等级实在是太困难了。但是现在有了这只宠物就不一样了，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它的等级给升上来，因为宠物的经验条和你是相互独立的。
所以你只能把经验独享给熊猫。好在它升1级需要的经验比你少，刷了整整5天，终于把宠物提升到了28级。你连忙往家中赶去，迫不及待的想和柳如烟的乳腺癌大军千胡斩干一下。开启战斗 ，BOSS 怪率先发起攻击，但是下一秒就被冻结在原地。是你的黄金熊猫发动了技能，下一回合轮到你攻击，暗影战斧砍在对方身上，砰的一声200。与此同时，熊猫也撕咬在对方身上，砰的一声50。紧接着轮到对面攻击了。这次对面选中的攻击目标是熊猫，砰的一声300。因为熊猫是肉盾类型的，比较抗揍。就这样过了数百个回合，你获得了战斗胜利。千夫长被消灭后，紧接着就出现了新的疾病怪乳腺癌。大军万夫长50级首领怪，可战斗胜利后可延长5年寿命，这是比 BOSS 级更高等级的首领级，不知道战力体系会提升多少。这次千夫长又掉落了一个新技能妙手空空，只能对疾病怪使用，在不开启战斗的情况下，有一概率获得怪物身上的物品。冷却时间7天，瞬间你就想到了神雨薇身上的100级狮女怪妙手空空，正好可以在不开启战斗的情况下获得疾病怪掉落的道具。于是你第一时间来到中药产业园办公室中，神雨薇端坐在椅子上，和他客套的打了个招呼后，你紧忙对其使用了妙手空空。不错，第一次就掏到东西了。打开一看，风干的香蕉。特妈的，这是什么鬼？石女怪身上怎么会有香蕉？浪费了一次机会，无奈你只能等7天后再试了。7天后，周小小给你打来电话，说话是吞吞吐吐，似乎有难言之隐。原来是他的痔疮犯了，疼得厉害，但是他又不想去医院，你答应了下来。随后连忙驱车前往周小小家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有个熟悉的身影，痔疮怪15级普通怪，局部推拿后可战斗。这下轮到你犯难了。周小小见你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，就低着头红着脸问：是不是很难治？要不要先检查一下？可以治疗，但是要通过按摩的手法进行活血化瘀。周小小听到不用动刀，高兴坏了，按摩只要能治好，怎么按都行。于是拉着你去他卧室，一番噼里啪啦的战斗后，痔疮怪被你完美解决。周小小瞬间觉得舒服了很多，他看向你的眼神都不一样，突然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，上前握住了你的双手。樊弟，姐姐喜欢你很久了，我知道你有女朋友，让我做你的情人吧。闻言，你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对方。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周小小并没有无理取闹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今后你我2人还是以朋友身份相处，如何？你答应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你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柳如烟打来的。听到对话内容后，你更是被气得火冒三丈。从对话中你得知，柳如烟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是前几年长辈给他定下过口头婚约的王大龙。当初王大龙得知柳如烟得了绝症，闹着要上门退婚，但是被家中长辈阻止，并告诉他人死，婚约就自动取消了。但是现在得知他的乳腺癌被治好，就又舔着个逼脸上门来提这门婚事。你听后立即驱车前往锦绣公馆，更是恨不得马上把这个畜生碎尸万段。到家后你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男人身上密密麻麻的疾病怪，其中更是有一个疾病怪吸引到了你的注意，坤坤假体怪，100级特殊疾病怪，可战斗。我操啊，这还能算是男人吗？特么的，你看什么？王大龙见你一直盯着他看，忍不住朝你怒吼道：我来找我的老婆合情合理。说着他向你递来了一张银行卡，至于你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会补偿你的，这里面有500万，就当做是给你的分手费，拿着它赶快滚吧。之前你就听柳如烟提起过这个王大龙。王大龙是柳如烟老家安平县有名的恶霸，靠着家中长辈勾结当地官员，无底线的欺压百姓。可以说自打王大龙成年以来，整个安平县就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，其中也不乏有些村民实在受不了，整日被欺压，前去法院上告。可官商勾结，这些人早已成为了王氏家族的走狗，甚至连受害者的律师也是对方的人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受害者不仅败诉，甚至其全家人都在事后遭到王氏家族的疯狂报复。自那以后，安平县就再也没人敢去反抗王氏一族，毕竟谁也不想因此而丢了全家人的小命。柳如烟作为安平县数1数2的美少女，王大龙自然是不想放过，于是靠着父母强行给柳家施压，将她许配给了自己。可后来得知柳如烟得了绝症，就吵着要立马取消婚约。但那时王氏父母的公司正处于上市的紧张阶段，他们也不想惹是生非。如今刚得知柳如烟治好了病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上门抢。特妈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拿钱滚蛋！见你还是不为所动，王大龙更是怒火中烧。闻言，你心里更是盘算着要如何整治这个人渣。虽然可以直接把人做掉，然后再放进背包毁尸灭迹，但这显然是有点太便宜他了。忽然你灵光一闪，有办法了。说着，你连忙对王大龙的坤坤假体怪开启战斗。虽然对方高达100级，可你却丝毫不虚，因为你知道这种特殊的高等级疾病往往都是徒有虚名，就像之前遇到的福怪和幸运怪一样。不出意外，坤坤假体怪被你轻易解决，而一切也和你预料的一样。只见眼前的王大龙脸色铁青，十分痛苦地捂着裤裆瘫倒在地，不停抽搐。我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好像感觉我没了？柳如烟见状，捂着嘴开口道：樊哥，你干了什么？闻言，你立即装傻充愣。这我哪能知道？我又不是神医。见目的已经达成，你紧忙拨打了120，
你可不想让这个畜生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去世。就这样面对王大龙的来势汹汹，你甚至一句话都没说，就化解了这场危机。可事情又怎会像你想的这样简单？次日凌晨，王大龙半死不活地躺在病床上。特么的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！老子花200万做的假品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？紧接着，王大龙就给王德发打去了电话。爸，我的没了！王德发听后一脸无语。特么的，你在说什么玩意儿？爸，是真的，我花200万做的假没了。王德发见王大龙说的十分认真，迅速驱车来到了江城第一医院，毕竟这可是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还等着他给自己传宗接代。在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王德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。先前商业大佬沈天放得了不治之症，但最后却被神秘医生气死。回生现在柳如烟得了乳腺癌，也被人成功治愈，而且自己儿子的贾坤坤也在见了那个叫羽凡的人之后就莫名消失了。难道说王德发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？只因他前不久得了肝癌，而且还是晚期，但因为要维持自己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，他的病情甚至连身边的亲人也没有告诉。这些年一直都是靠着私人医生在给他强行续命，他深知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病情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自己连孙子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后来在得知沈天放被成功治愈后，他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可这些天他花了很多人力财力，也没有得到神医的任何消息。他一度以为这是老天在给他们王氏一族重击，可如今看来，自己根本命不该绝。你知道那个叫羽凡的人现在在哪儿吗？这还不知道？王大龙一听，以为老爹这是要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报仇，于是连忙拉着老爹带上一车面包人，朝着你所在的锦绣公馆驶去。与此同时，沈天放向你打来了电话，因为你二人合伙开办的中药产业园被当地政府评为了年度10大优秀企业之一，产业园因此股票大涨，同时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阵中药养生热潮。于是沈天放便打算带着沈雨薇，借着这次机会对你正式的表达救命之恩。闻言你没有拒绝，毕竟自己老婆还是他妹妹的闺蜜，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可刚挂断电话，敲门声就响了起来。我操啊，哥们儿，你是曹操吗？怎么说到就到？刚打开门，王大龙就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。特妈的，昨天的事儿一看就是你在背后搞鬼！老子今天不让你磕头道歉，我就不姓王！闻言你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你知道对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。你他妈脑子烧坏了！我又没有超能力，怎么可能凭空把你的假整没了？可话音刚落，你就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妈的，老子可从没跟你说过我的假没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闻言一旁的王德发却是满脸喜悦，这更加印证了眼前之人极有可能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神医。紧接着，王大龙仗着人多势众就要上前揍，可下一秒他就愣在了原地。只见王德发朝着王大龙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。爸，我是大龙啊，他才是欺负我的人！说着还不忘指了指你。特妈的敢对神医不敬，打你都算轻的！王德发心里十分清楚，眼前之人竟有治愈癌症的神迹，自己这些凡人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等到神医亲自出手，恐怕到时候自己儿子非死即残。于是便想着先替你教训下王大龙，以此来博取好感。可令王德发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这个举动竟直接导致了王氏一族的灭绝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本来还想着给王大龙一个教训就好，但现在为了以绝后患，只能把王氏一族给除掉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么多尸体，又要占了物品栏不少格子。讲到这里，你不免开始心疼起来。王德发现你没有生气，于是便放下心来。神医，我知道您就是那位传说中治愈沈天放的神医，我求求您帮帮我吧！跪下！生前大龙多有得罪神医的地方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不是过，原谅他了。说着便拉着一旁的王大龙一起跪了下来。说完也不管王大龙什么心情，就拉着他疯狂磕起了头。可你看着眼前二人，却更是怒火中烧。马德竟敢当着那么多人面再次揭穿我，你也有取死之道。就在你思考要如何才能悄无声息地做掉王氏一族时，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。不出意外，来人正是沈氏。兄妹二人见此一幕，顿时愣在原地。凡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沈天放问道。他还想继续往下说，可这时一旁的沈雨薇却拉了拉他的衣角，暗示他有什么话稍后再说。沈雨薇身为柳如烟的闺蜜，自然是听他提起过这个。王大龙你见气氛有些诡异，便想着先把王氏父子打发走再说。今日之事，我可以不在。可话刚说到一半，王德发竟再次出言将你打断。神医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我不久前得了肝癌晚期，我知道您在前不久把沈总给治好了。说着不忘指了指一旁的沈天放。沈天放此时也是满脸黑线，自己前不久刚答应羽凡要替他保守秘密，现在就有人得知了他的身份，特么的这不是把我往火坑上推吗？而你闻言也是一脸无语。王德发这智商是怎么称霸安平县的？同时你也更加坚定了除掉王氏一族的决心，这王氏一族断不可留，否则就凭王德发的智商，早晚会害了自己。而此刻跪着的王大龙早已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平日里只要自己犯事，不管什么问题，老爸都可以解决，可如今却像条狗一样被对方教训。而且他刚刚说的肝癌晚期是什么意思？之前也没听他提起过。听到这，沈天放已然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原委，原来是这样，自己虽然身为商业大佬，终归也只是一副肉体凡胎，面对羽凡也只能乖乖的保守秘密。可这二人竟敢当面威胁神医，真是活腻了你。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德发，实在拿他没办法，于是便想着先稳住对方，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大的好。
但是需要先进行针灸，跟我来吧。王德发一听，也不管跪在地上的王大龙，一路小跑跟着你来到了卧室。针灸后，你对着王德发身上的甘爱大军马前卒开启了战斗，结果对方甚至连2回合都没扛住，便化为经验。刚结束战斗，王德发就感觉到身上有股莫名的暖意涌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医吗？才过了2分钟，效果就立马出现了，当真恐怖如斯。可只有你知道，自己只是帮他清除了一个马前卒而已，后面还有一大长串的怪物等着呢。要想治疗癌症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哦，对了，我只是帮你暂时缓解了痛苦，后面要想治好，还需要大量的治疗。切记今日之事断不可向外人讲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王德发听后连忙点头。放心吧，神医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出卖你。此刻的王德发已然将你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当王氏父子被你忽悠走后，你来到了沈天放面前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耽误了点时间。沈雨薇闻言，连忙上前开口：“凡哥，那人是不是王大龙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之前早听柳如烟提起过，面对这种，你真的不应该救他们。”沈天放闻言，大脑直接宕机。好家伙，合着只有自己是蒙古人呗？那2人究竟是何来历？你们倒是说清楚啊！之后，沈雨薇便一五一十将王氏一族做过的所有恶行全都说了出来。特么的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生气之余，沈天放也意识到，这绝对是一个在你面前立功的大好机会。像沈天放这号人物，就算是放眼整个龙国，那也是商界数1数2的翘楚。拿捏一个小小县城的地头蛇，他还是十分有把握的。随即朝着你开口了：“凡哥，需不需要我动用关系帮你除掉他？”闻言，你开始思考起来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毕竟王氏家族人多势众，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，而且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除掉王德发，避免他把消息散播出去。短暂思考过后，你看向沈天放，开口道：“可以倒是可以，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合法或者悄无声息地除掉他？毕竟现在这个社会，出人命还是会闹出不小动静。如果自己的身份在警方调查中被暴露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还有，我想要的是他们整个王氏一族的命。”闻言，沈天放愣在原地，要我帮忙干掉这2人倒是没啥问题，可整个王氏家族这么多人，我又该怎么处理？但毕竟自己牛皮都吹出去了。凡哥，你容我想想。说着，他便开始思考起来。没过一会，沈天放就有了一个主意。有了，你们不是说这王氏家族平日里总是欺压百姓吗？只要肯说服那些百姓出庭作证，加上我的关系，那这件事基本就10拿9稳了。沈雨薇听后也开始附和起来。对啊，平日里那些百姓总是被欺负，心里肯定早已恨透了王氏一族。之前碍于他们的威压，始终憋着一口恶气，但现在有我哥肯为他们出头，他们肯定会愿意出庭作证。可此时你却皱起了眉头。这王氏一族能在安平县称霸一方，定然不会只有这些手段。村民或许未必能帮我们，可眼下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好吧，那你们行动小心点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提就好了。在听到你的答复后，沈天放更是表示，不出1个月，自己定能铲除整个王氏。可事情又怎会像他想的这样简单？王氏一族能称霸安平，可不仅是靠着王德发，其背后还有王母在撑腰。此人精通算计，最能拿捏人心，平日里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可村民们都知道，每次王大龙出事，那些阴险恶毒的伎俩，无一不是王母的主意。平时和王德发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闹得整个安平县鸡犬不宁。此人做事心狠手辣，有勇有谋，在王氏一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时间刚过1周，沈天放就给你打来了电话。电话中，沈天放表示自己在第3天的时候，就靠着人脉掌握了大量王氏家族违法犯罪的证据，只要村民可以出庭作证，就可以将整个王氏一举歼灭。而那些村民听到有大人物肯为他们出头，顿时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下来。他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10拿9稳了，还找了大量的记者。可直到今天，眼看着法院就要开庭，原本那些答应出庭作证的村民却全都变了卦，纷纷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沈天放，也没有被王氏家族欺负过。其中更是有一个小女孩表示，王氏家族在我们县修建学校、医院，平日里还时不时的资助我们这些贫困户，是县里的大好人。任谁也能看出来，此时的小女孩眼含热泪，俨然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，分明就是被王氏家族胁迫。得知此事后，你勃然大怒，没想到这王氏一族还有如此通天手段，竟能让一个小女孩心甘情愿做伪证，看来是要好好会会这个王母了。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，你立马驱车来到了安平县法院门口。与此同时，王德发因为这些天没有得到你的救治，病情开始严重起来。先前只有20级的肝癌大军百夫长，此时已经严重异变，成了30级异变肝癌怪，并且这种因治疗不及时成功异变的疾病，往往都会自带一种领域，在这种领域内战斗，你的各方面属性都会下降，甚至高等级的异变怪会让你进入迷惑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的攻击随时都可能会打到自己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哪怕有10个宠物给自己分担伤害，你也未必能打过对方。此时，沈天放早已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。沈先生，您先前不是表明这王氏一族是无法无天的大业人吗？可现在看来，
事情好像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。一些只想蹭热度没底线的狗记者在此时站了出来。我可不管王氏一族是不是真的坏，只要这次能登上头条，那升职的事基本上就稳了。沈天放面对记者的咄咄逼人，一时间竟也没了办法。可下一秒，他就愣在了原地。卧槽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只见眼前这些记者就像是商量好的，一片刻的功夫就消失在了沈天放面前，走得干干净净。没错，是你出手了。就在刚刚，你给王德发打去了电话，电话中你向他保证，只要他肯帮忙撤掉这些记者，自己就可以立马再给他治疗一次。王德发听后欣然答应了下来。虽然他知道你是想借沈天放的手除掉王氏一族，可眼下自己能不能活过明天还是个未知数。对不住了老婆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话音刚落，王德发就给王大龙打去了电话。你去联系下龙华报社的杨总，让他把法院门口的那些记者全都撤了。王大龙闻言当场愣在原地，他也知道这次开庭如果败诉，那他们王氏一族恐怕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可我爹为什么还要帮外人整治我？看来我那便宜老爹指定是被羽凡给骗住了。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能100%治疗癌症的神医？不过他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老爹的做法或许另有深意。现在整个现场的记者都已经被我们给收买控制了，要想再回来，那还不是自己一句话的事。而且那些说是要出庭作证的村民，我妈也全都处理好了。这场官司沈天放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胜算，那这次就先依着他来吧。紧接着王大龙就给报社的杨总下令让他撤掉了现场的记者，之后你也按照约定开车来到了王德发所在的私人诊所。刚进门你就看到了王德发身上那只恐怖的30级异变怪。我去啊，这他妈是啥玩意儿？第一次见到异变怪的你当场懵了个大逼，紧接着一阵提示音响起，30异变怪由甘爱大军百军长异变而来，进入战斗降至进入对方领域，同时会小幅度自身全属性。与高等级异变怪战斗时，有概率进入迷惑状态。迷惑状态，你和宠物的攻击随时都可能会打到自己身上。看着眼前的系统介绍，你有些犹豫不决。异变怪什么实力，自己根本就不清楚。再说了，为王德发这种人冒风险，真的值得吗？王德发见你迟迟没有说话，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结局。神医，我真的没有救了。你的病情现在已经严重恶化，目前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这次治疗失败，你可能会在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下死去。不治疗的话，你还有大概1周的时间。闻言，王德发算是彻底接受了自己的结局。随后他像回光返照般开始向你讲述起自己的一生。22岁那年，他成功毕业于清北大学，并在同年踏入社会。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高学历能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，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这天，他踌躇满志地来到龙华科技面试。龙华科技在当时的业内已经算是小有名气，前来应聘的毕业生数不胜数。可即使这样，王德发依然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毕竟他知道，像他这种从18线小城镇出来的人，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，而这就是其中的一次。可令王德发没想到的是，面试刚进行到一半，王德发就被对方录取。当时他直接愣在了原地。面试官，我真的被录取了吗？别激动，小伙，这是真的。记得明天早上8点准时上。成了，我成功了！可此时初出茅庐的王德发哪会知道，接下来等待他的将会是无尽的地狱。第二天，王德发准时来到公司上班，但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部门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。疑惑之际，他低头看了眼时间，没错，是工作日。面试官昨天也说的是今天来上班啊。可怎么话音刚落，一群全副武装的执法者就将他围了起来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，瞬间就被吓得止不住的颤抖。我操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蹲下，双手抱头，不许动。之后，王德发就被以窃取公司机密为由判了3年。后来他才得知，原来是公司高层为了巨额利益，将他们的底层代码偷出去，交给了竞争对手。可老板得知此事后，却根本拿他没有办法，因为此人是老板的小舅子。这些年靠着和老板的这层关系，小舅子平日里就经常欺负同事，利用职务之便向下属收取好处费。老板一直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如今底层代码被窃取这件事，早已超出了他能管辖的范围，弄不好是要进去踩缝纫机的。生气之余，他也在为小舅子想办法。幸好代码被偷这件事，公司还没有人发现，或许自己可以利用天地面试做个局。于是王德发就成了那个倒霉的替罪羊。3年牢狱之灾结束后，王德发算是彻底明白了社会的险恶。他发誓要让这些欺负过他的人付出100倍的代价。同时他也在这时遇到了龙华科技的前任财务，他因为帮老板做假账被判了1年，而这人就是后来的王妈翠莲。之后2人凭借着超高的专业水平，在业内混得风生水起，并顺利收购了龙华科技，也让原来的老板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之后的几年，2人企业越做越大，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屠龙者终成恶龙也在此时彻底应验。一次意外，王德发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幸亏翠莲提前打点，这才避免了牢狱之灾。后来2人为了东山再起，回了王德发的老家安平县，靠着王德发的商业头脑和翠莲的心狠手辣，没过几年就成为了当地只手遮天的地头蛇。此时的王德发早已哭得泣不成声。他妈都是我应得的，
我对不起老家那些人。而你也只是在一旁呆呆地望着这些，没想到这王德发还有这样一段经历，只是苦了安平县的百姓。突然，王德发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，朝着你缓缓开口道：羽凡，这王氏家族是由我一手创立的，理应也该由我来结束。我可以把王氏所有的犯罪证据交给你，也可以帮你出庭作证，但是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闻言，你愣了愣，没想到他还有这种可以大义灭亲的觉悟。没事，你说吧，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都可以帮你。这些年打龙过无数大错，每次他妈好就处理干净，所以留下的证据也没有少，因此他可能不会被判很长时间。我要你大看着他，我一定要王氏你走十遍，我王家一棵族保留最后一丝血脉。神医闻言，你有些无奈，但为了大局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我可以答应，但如果是他自己作死，那我就没有任何办法。之后，你带着王德发驱车来到了法院。翠莲看到王德发来了，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没想到这老头子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一有事他还真能上。可直到开庭的那一刻，他才明白王德发根本不是来救他们的。不出意外，在无数铁证和王德发的反水帮助下，整个王氏家族被一网打尽，安平县也恢复到了往日的和平。而你也和柳如烟没羞没臊地过了一段安稳日子。这段时间，你通过打怪升到了40级，同时你也在一次打怪中了解到了有关太古之虚的消息。太古之虚，传说中上古神明修炼时留下来的遗迹，进入其中修炼可快速提高等级，同时有概率获取更多神之秘文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些惊讶，先前你有幸获取过一条神之秘文，秘文中提到，面对因恶化而产生的异变怪事，可通过收集四圣兽遗物来消除其领域带来的负面效果。四圣兽是什么？还有自己要怎么才能获取他们的遗物？如果当时王德发的30级干爱大军百夫长没有领域的话，自己绝对有把握可以战胜他。算了，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想到这，你不免感觉有些可惜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你不得已踏上了找寻圣兽遗物之旅。这天，你和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刷怪升级，可刚到医院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是柳如烟的闺蜜沈雨薇打来的。得知此事后，你紧忙开车赶回了锦绣公馆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他还好好的。沈雨薇看向你解释道：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我俩打算练习一下厨艺，给你做一顿大餐，可刚准备点火，他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没有犹豫，你连忙查看起柳如烟身上的疾病，怪异变乳腺癌，镇国大将军70级 BOSS 怪，异变怪首领怪，战斗后可延长柳如烟寿命10年。看到这，你顿时没了底气，毕竟现在自己只有区45级，要想对付70级的 BOSS 怪简直难如登天，而且还是这种自带领域的异变怪。突然你想到了之前的那条神之秘文，对了，不是说找到圣兽遗物就可以消除异变怪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吗？你顿时又燃起了希望，但紧接着你再次捏了把汗。可我现在只有45级，要怎么才能打过70级的 BOSS 怪？不管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然后你朝着柳如烟使用了金针刺穴的吊命。一天在技能效果的加持下，柳如烟醒了过来。紧接着你又去药房煎了一些气血汤，服下后柳如烟明显好了很多。沈雨薇惊叹道：哇塞，凡哥你可真是神医，竟然这么快就醒了。可只有你知道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随后你把沈雨薇叫到了客厅。这几天我有事要离开，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柳如烟，她有什么事你一定要立马通知我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沈雨薇虽然不理解你的做法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就在你即将要出门时，眼角的余光再次瞥见了沈雨薇身旁的那只100具石女怪。哦对了，这么长时间过去，妙手空空肯定早就刷新了。紧接着你对石女怪发动了技能妙手空空，打开一看，顿时一阵耀眼的金光迸发而出。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技能涅槃重生。涅槃重生，上古圣兽朱雀的遗留之物及其4圣兽遗物，可化腐朽为神器，绝境之中亦能将大局逆转。技能介绍：进入战斗时为被动技能效果，气血为0时，可立即满血复活并恢复所有状态。每场战斗仅生效一次，战斗以外时化为主动技能，仅可对濒死之人使用。强行续命15天并恢复其30精血，备注可通过消耗自身寿元强化续命效果。我操啊，这不就是 Pro Max 版的吊命1天吗？还有，为什么4圣兽的遗物会出现在石女怪这里？怎么会那么轻易就获得了一个？眼下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思考。紧接着你连忙朝卧室走去，对柳如烟使用了技能涅槃重生，顿时一股无名之火朝他冲去。紧接着无数生机自他身上涌现，仅是片刻的功夫，柳如烟就感觉自己像是获得了重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好像轻松了许多？你看着柳如烟，并没有过多解释。宝宝，我最近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身体。这段日子就让雨涵陪着你吧，有什么不舒服的一定要跟她说。不等柳如烟开口，你就离开了房间。毕竟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多耽误1秒，她就会多一份危险。之后你开车来到了一家私人诊所，这是陈浩的好兄弟张扬开的。先前你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有关太古之虚的消息，所以你决定来这里碰碰运气。哎呀，真是稀客，凡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兄弟张扬见你来访，连忙上前热情地打起招呼。之后你假借学习的名义，打算在他这里待几天。他听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就让你留了下来。我今天还有很多预约，所以会比较忙，你自己随便转转，有事叫我。没事儿，
你忙吧，我有啥不懂的，等你忙完再来问。好的，好的。说完，他便开始了接诊工作，而你则是在一旁静静观察着每个人身上的疾病怪。本以为幸运女神会一直站在你这边，可一连刷了5天，你都没发现任何的特殊疾病怪。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，你决定到别处去碰碰运气。和张扬告别后，你转身就要离开诊所，可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一个耀眼的光芒吸引了你的注意。仔细一看，幸运怪特殊，疾病怪等级未知，备注与幸运怪战斗，有概率获得超级大奖。毫无意外，开启战斗后，幸运怪被你轻松击败，恭喜获得380万经验值，等级提升至51级。恭喜获得阵法系5行大阵，战斗中自动开启，己方所有单位共同承担伤害，提升所有单位100的气血恢复效果。恭喜获得神级物品秘境碎片2，秘境碎片集齐10个，可开启传说中的秘境太古之，使用单独碎片也有0%概率会成功开启。我操啊！这次的幸运怪可真不是盖的。你叹了口气，这秘境碎片单独使用概率低的可怜，集齐10个更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但眼下柳如烟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，那到底要不要搏一搏这0%的概率？原来就在昨天，沈雨薇再次给你打来电话，电话中你得知了柳如烟再次恶化的消息。若不是有朱雀在给他强行续命，恐怕人早就没了。想到这，你不再犹豫，狠下心使用了秘境碎片，要集齐10个碎片，柳如烟怎么可能等得起？不如搏一搏，兴许还有一丝希望。紧接着，眼前场景瞬间转换，碎片也跟着缓缓漂浮了起来，同时开始散发出一阵奇异光芒。可下一秒，你就愣在了原地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碎片化作了齑粉，消失在你眼前。见此一幕，你瞬间心如死灰，看着手中仅剩的最后1枚碎片，你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。先前你通过打怪获得了一个很奇葩的道具增幅旗帜，使用后可增加1的任何事件成功概率，该道具凌驾于所有规则之上，单次事件仅可使用1次。当时你还觉得这1的概率根本不够，看特么的，这不就是一整个妥妥的吃灰道具？把它放进背包后，你就再也没管过它。可如今这1的概率和碎片的0.1相比，真能算得上是顶级神器。没有由你对着碎片使用了增幅旗帜，可下一秒你再次被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只见在成功使用宝物的那一刹那，碎片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开始旋转，紧接着你的神智也开始恍惚起来，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瞬间涌入你的脑中，你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。我操，头好痛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画面中的这人是谁？为什么会有他的记忆？再次睁眼，你就看见了一片花海。你努力的开始回想来这里之前的记忆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操，头好疼！这里难道就是传说中神明遗留下来的秘境？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看着面前的蝴蝶，你忍不住想去触摸，可它们却径直穿过了你的身躯。就在你疑惑之际，一个老者的声音自你身后传来。你转头看去，小伙子，别害怕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秘境。告诉我，你想在这里得到什么？不远处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正站在那里。短暂的思考过后，你朝着老者开口了：“我想快速获得强大的实力，以此来治愈我的心爱之人。”老者闻言却叹了口气：“你身上背负着太多秘密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为何能看到别人身上的疾病怪物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刚才缺失的那部分记忆是从何而来，到底属于何人吗？”面对老者的询问，你愣在了原地。难道不是因为我是穿越者的原因吗？还有他说的那些记忆是怎么回事？自己刚刚确实感觉好像弄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我？闻言，老者再次叹了口气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也罢，我可以你无可匹敌的力量，但我需要确认你是否可以掌控它。因此，你需要通过我为你设下的3场试炼。紧接着，你面前开始浮现出3张卡牌。面对老者的话，你半信半疑，可眼下自己也实在没有别的出路。紧接着，你意念微动，随后中间那张卡牌消失不见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在试炼中，你的所有能力都会失效。祝你好运。随着老者话音落下，眼前场景开始转换。这是哪里？这间小屋子能有什么试炼？可还没等你缓过神，一个头戴猪面具的男人就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挑战者，欢迎来到我的试炼。你也看到了，这间屋子就这么大，并没有任何的隐藏空间。紧接着，面具人打了一个响，你2人被传送到了门外。待会儿我会在门内放置这枚魔丸，15分钟内找到它即可通关。为了防止作弊，我会在旁边全程观察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准备好了吗？听到这里，你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对劲，感觉有些奇怪，但又说不上是哪里不对。短暂思考过后，你便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。该不会真就这么简单吧？算了，还是稳一点比较好。我准备好了。话音落下，面具人闪现到屋内，放置好了魔丸。好了，进来吧。随着面具人抬手，你也被传送到了屋内。计时开始，刚开始，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旁的货架上，可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，你甚至连魔丸的影子都没看到。这时，你想到了刚才自己那个大胆的猜想，看来只能是这样。
魔丸就藏在你身上。闻言，对方先是一惊，后又平静了下来。不愧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，破解我这种试炼就和玩游戏一样。恭喜你，通过了我的试炼。说着，他唤出一个精灵朝你缓缓飞去。这是密语精灵，它会在接下来的试炼中给你帮助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消失在你眼前。看着身旁的精灵，你一脸懵逼。他刚才说的天选之人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感觉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？还没等你多想，下一秒你就被传送回了秘境。没想到这么快通关了第1层试炼，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没有犹豫，你连忙选择下一张卡牌。场景瞬间切换到一片虚无的空间，中间悬浮着一个棋盘，而棋盘对面站着一个头戴金面具的人。欢迎你来到我的试炼，挑战者。我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黑白棋子各50颗。游戏开始，你需要将全谱子放进碗中，至于如何分配由你决定。分配完毕后，我会使你短暂失明，同时你需要先选择一个碗，然后从这个碗中选出黑色棋子，成功选中黑子，就算你赢。听到这里，你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运气游戏。短暂的思考过后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话音刚落，开始。你将所有白棋和49颗黑棋全部放在同一个碗中。等等，你犯规了，必须要把棋子分配到2个碗内。别着急，我还没结束呢。还没等面具人说完，你就打断了他。紧接着，你拿起最后一枚黑子，放进另一个碗中。好了，我结束了。这样分配有个好处，一旦选中，那个只有1颗黑子的碗将会直接胜利。即使没有选中，另一个碗里也有接近一半的概率是黑子。见此一幕，面具人有些惊讶。不愧是天选之人，当真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有点意思。下一秒，面具人抬起手臂，顿时一股黑色雾气笼罩在你眼前，使你失去了所有视野。然后面具人开始摇晃碗，没一会，面具人摇晃结束，将2个碗放在你面前。好了，你要选择哪个碗？是你左手边的还是右手边的？闻言，你稍作迟疑。那就选左手边吧。虽然你有些实力，但貌似运气好像并不怎么好。听到这，你却嘴角扬起一抹邪笑。现在，请你从碗中选择棋子。没有犹豫，你随手抓起5个棋子。我手中有黑色棋子吗？你朝着面具人问道，可他却沉默了起来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人的运气会这么好？对面迟迟没有传来声音，你便已经确定了，手中的这5枚棋子很有可能都是黑子。随后，你将棋子一颗一颗丢下，留在手中最后的1颗赫然就是黑子。我选对了吗？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，竟然连幸运女神都选择站在你这边。恭喜你，成功通过试炼。说着，他唤出一股光团，朝着你身旁的精灵涌去。只见精灵在接触到光团的瞬间，一股恐怖气息自他身上迸发而出。它可以使你的精灵拥有至高无上的凝聚力。至于这股力量有何用，你日后自然会。还没等你开口，面具人直接抬手将你送回了秘境。可刚传送回秘境，你就愣在了原地。我操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见原本宛如仙境般的秘境，此刻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身旁的高温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看到这，你不禁一头雾水。紧接着，你便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可自打进入秘境以来，你的所有能力都已经失效，眼下你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。就在你万念俱灰时，密语精灵跳了出来。主人，我能感知到当前这场景存在大量虚无，换句话说，现在这片区域只是幻想，并不会对您造成这么热的高山温区还只是幻想，那要是真的，还能得了？听后你更是一脸懵逼，随后你望向密语精灵，还知不知道别的？要怎么做才能破解掉这个幻想？精灵却在此时犹豫起来。破解之法也并非没有，只不过需要您献祭心中最为珍贵之物。听后你直接大怒，我心中最珍贵之物，也就是那些天赋法宝什么的，如果把它们献祭出去，实力肯定会大幅下降。要知道，我来这里可是为了变强救治柳如烟的，而且这小精灵来历不明，他的话也并不能全信，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。你看向小精灵，开口道闻言，密语精灵沉思片刻，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？倒也不是没有，我可以献祭自身来为您打破幻象，可没有我的帮助，您未必能通过接下来的试炼。我能感应到，可您并不完全相信我。对您来说，献祭我也是种不错的选择。面对小精灵的话，你沉默了。对方好像确实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可如若真像他所说的，失去他自己就没办法通过接下来的试炼，那我这一趟岂不是白来了？想到这，你开始犹豫起来。短暂思考过后，你还是选择了献祭自己最为强大的天赋金刚不坏。随着一阵诡异光芒闪过，你感觉生命中好像消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紧接着，密语精灵开始施法，幻象也随之消散。我操啊！
这密语精灵有点东西。话音刚落，老者自远处现身而来。不愧是天选之人，果然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别着急，通过这最后一关，一切谜团自然会迎刃而解。好，那就赶紧开始吧。闻言，你开始催促起老者来，毕竟现在多浪费1秒，柳如烟那边就多一份危险。不要着急，小伙儿，这里的时间相比于外界是静止的，无论你待多久，外界都还是你来时的模样。那这最后一关到底是什么呢？听到这，你松了口气。老者闻言，朝着你缓缓开口道：“这最后一关是我精心为你设下的，而我便是那守门人。”说着，老者大手一挥，一张桌子凭空出现在你眼前。试炼规则很简单，你我2人各拥有1辆赛车，这里有8张零件卡牌。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老者竟然选择了座椅。看到这，你开始认真思考起对方的动机。这老者足智多谋，如果仅是个竞速类游戏，他不可能接连拿下和速度无关的配件，这其中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之后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你脑海。最后一条规则明确说明了，只要顺利活着到达终点，就算谁赢，这个活着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对方接连拿下和速度无关的配件，其真实目的无非就是想通过后手将赛车摆放在内侧赛道，而我要想完成比赛，就必须要拐弯。只要我拐弯，对方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，强行加速将我撞飞，碾压出局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也太恐怖了。见你迟迟不肯选择卡牌，老者忍不住出声提醒道：“怎么了，小伙子？拥有唯一的刹车配件，最大的优势都在你那里，还有什么好纠结的？”你闻言则是更加肯定了对方的目的。目前只剩挡风玻璃和另一张方向盘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你直接选择方向盘。你选的都是些和速度无关的配件，并且最关键的方向盘都在我这儿，我真的想不出你要怎么做才能赢我。闻言，老者彻底放松了警惕。小伙子，那可未必。这老者足智。看着对方那副胸有成竹的架势，你就知道基本上已经稳了。选择完毕后，你2人开始对赛车改装。果然如你所料，老者选择了内侧赛道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你2人正式开始比赛。现在只要正常行驶，不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便能稳稳拿下比赛。没过多久，你2人来到了第一个弯道。老者见时机已到，便开始猛踩油门。你知道对方没有方向盘和刹车，意识到这次加速便是他的破局之法。他想在弯道利用速度将你撞毁。没有犹豫，你紧忙踩下刹车减速避让。老者的赛车由于没有刹车无法减速，又没有方向盘无法转向，径直冲出了赛道，冲向了深渊。最终你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比赛。我操，真的好险，差点就小命不保了。话音刚落，老者闪现到你面前。小伙子，算你厉害，没想到你竟然早就看破了我的目的，还能伪装得那么好。那是自然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我的一切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份无与伦比的力量，何时才能给我？